传召大人物的主角有世界羽坛传奇人物大马羽坛一哥李宗伟。现在如果马来西亚人大家见到你的第一个问题，肯定就会问你说，觉得你已经很厉害，已经够了，为什么你还会选择在刚刚大病初愈这个时候选择复出？其实我家人真的不想还是给我继续的比赛了，就是继续的付出这个羽毛球。但是我也跟家人讲，因为这个是还想打多一届的奥运会，参加的是我第5届的奥运会。因为我觉得人生来说，你要参加1届、2届奥运会都很难。是我的参加了5届，其实5届来说要差不多20年了。然后我就想能得到的这个奥运金牌，因为我拿了3届的奥运会的银牌嘛，还是想有自己的梦想，再追求自己多一次的奥运会。所以，宗伟刚刚你有提到如果你4月复出是理想状况，但是还是要由医生来决定，是不是？对，因为我3月份我还要回台湾问诊嘛，医生才可以给我就是100%的回去训练。然后因为训练的时候，我还知道我自己的身体状况，就是几时能开始比赛。然后真的是我身体状况是不能恢复到我自己的要求来说，有可能我会喊着退役，但是我还是想先试一下先，就看我自己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因为现在每个人说你应该可以选退役了啊，你这么辛苦来什么啊，还是为了金钱啊什么？其实现在来说对我来说肯定是健康排第一，金钱是不重要的。所以你有给自己设一定的目标吗？就是你觉得如果你参加日本2020年的奥运会，讲真的是我能达到2020的话，我觉得第一个能参赛对我来说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也是有可能是在羽毛球界是第一个人代表打奥运会的5届的奥运会。然后我觉得不管是怎么样，这个奥运会来说，牌还是在我的梦想还是要的啦，不管是什么颜色啦。然后我觉得还是做我最大的努力，先调好这几个月的状态，跟那个恢复的那个病情，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如果在奥运会，你觉得你现在将要面对的年轻的选手，你觉得谁会是你最大的对手？我觉得不管是怎么样，比赛来说，在这个奥运这个周期啦，我觉得每一个都是我的对手，因为每一个都想在竞争拿多一点的奥运积分，在前10名，不管什么比赛，很多人都会出去比赛，然后都很竞争。我觉得这样他们会拿我跟林丹说，以前每次比赛过去的几年前就是李宗伟林丹决赛，林宗伟决赛，现在决赛一路都是，比如百花齐放了。对，不一样的运动员，就是不一样的国家可以进入决赛。那其实，在这年轻一辈的这些选手当中，你会不会特别去注意哪一个球员？之前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在奥运会之前的那个周期的时候，2015年嘛，就是毛毛打中了那个一个停赛的比赛，就是很可惜，真的很可惜。他是一个就是说很全面的一个运动员。那时的时候，不管是我还是很多人知道他停赛的时候不能参加奥运会的时候，不管是我啦，我也是松了一口气，很多人都松了一口气，觉得少了一个对手。那我觉得他还很年轻，很年轻，每个人都不是十全十美啦，肯定会犯错。那我觉得，这个犯错来说，给他一个很大的教训。我说，有可能他以后，复出的时候，我觉得他会更强大。你会不会期待就是跟他就是遇上？然后如果你遇上他的话，你会采取怎么样的一些策略来应对？毕竟他年轻。一定要很集中的全力的以赴跟他打，因为他一个技术很全面，然后一个速度很快，年轻嘛，像我们比较旧一点或者老一点，旧一点，然后比较很辛苦的要去面对这个年轻的球员，就是要靠很多那种的经验啊，然后怎么去配合跟教练，就是说那个战术吧。是的，那现在世界羽坛的这个格局就起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就是因为这些年轻球员，还包括你们这一代的巨星自你啊、林丹这一代的，就是很多人就会问说，那到底左邻右里的时代还存在吗？存在不存在？我觉得还是我们老运动员肯定是会过去吧。其实我打了中国三代了，在现在打了3代人了。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事情。最近每天都问我，就林丹，到去年到现在，有可能是成绩也不是太好，但是我觉得他在他的这个年纪
岁数来说，我觉得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没有一个人能换多一个林丹在他的身份嘛。因为我觉得以前运动员不管是孙俊啊、杨洋啊、赵建华，都20多、30，最多30都退役了。他现在36，还能在比赛的场跟年轻的球员去拼搏，我觉得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我跟林丹的时间肯定是过去了。现在你们会看，就是么么哒啊，然后这个刚刚拿了冠军的这个丹麦的，然后任丁，还有苏曼虎，他们都有上来了。我觉得很正常。我们就是像以前的杨洋啊、赵建华，他们都有时代会过去嘛。但是谁能保持这么久在羽坛呢？这个还是最对。其实现在很多大家我们这一辈很熟悉的羽球选手都已经退出国家队了，都选择当自由人。其实自由人跟在国家队有什么的不一样？其实自由人来说，跟国家队有一些分别，就是说像要自己找赞助商咯，然后出国的费用要自己找咯，然后训练要自己咯，教练要自己咯。这个还是4大最大的问题给我们的运动员。做最大的好处就也是代表国家，也是代表马来西亚一样的。伟强、伟生、吴鲁英跟张炳顺。突然间他们公布就是退出国家队的时候，不管是伟强他们都有来找我，然后他们会问我意见，因为不管是有可能我在国家队是最老的一个，就是最新的，在今年在国家队都19年了，然后我只能给他们额外，我也不能叫他们退出国家队，我也不能叫他们在国家队，最重要他们知道他们在哪一个地方比较舒服，然后在哪一个地方在比赛中没有更大的压力，那个还是要重要。所以你刚刚有提到，就是他们有很大的压力嘛？压力源其实是自己给自己，是不是也是有受到一些整个机制还是怎么样一些压力？其实我们在媒体来说，我只能分析。在外国运动员，就是我能说丹麦运动员呢，比如说 Peter Guy 以前输了，回到国家，哎呀，今天 I think I'm not in the good form, I lose this match. OK， 明天报纸关闭没有了，已经没有再说了啊。我们马来西亚，比如是输一场球，他讲1个星期。其实不是，我不是说讲1个星期。Content creator。那不是我很正常，他讲1个星期很正常。但是在那个运动员不能接受，就是心理压力的时候，就造成他一个负担，然后他不能突破，就是这样。为什么如果人现在在外面，人家说，如果人可以打，为什么这样？就是为什么他们退出了国家队，他们有给压力。然后现在他出来职业球员了，他只能想我输，就是我自己的，不是，就是他们会打得更好，就是全部是在羽毛球来说，第1个技术，第2个体能，第3个最重要关键心态，就是现在他们的心态，吴鲁英啊、炳顺啊，就是陈伟强，就是心态很重要。然后现在他们退出了国家队，我觉得不管是怎么样，他们还是代表我们的马来西亚。这样我们的退出会不会对国家队现在的士气造成一定的影响？我觉得不会啊，我觉得士气来说更好，因为竞争嘛，职业球员都要去奥运会，现在国家队的运动员也要追着去奥运会嘛，他们就会竞争，士气来说给国家队会更好嘛。然后我觉得他们自己也要争取，就是说要打奥运会，他们肯定要世界排名高过乙种的球员，他们才可以去。一个竞争来说是一个好事，然后我觉得才会更进步嘛。反正是一个良性竞争哈，就是离开国家队之后，大家一起成长，一起就是为了争那个名额。就为什么你现在还会在想要代表国家队，而不是以这个职业球员或自由人的身份去比赛呢？反正你有自己的赞助商啦。其实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自从吴鲁英跟陈炳顺跟陈伟强他们出来的时候，因为我已经带国家队已经在19年了，我跟国家队的就是关系也是蛮好的。然后我觉得，因为我羽毛球生涯也是差不多了啦，因为最多也是最后一届奥运会就已经挂牌了。我也觉得我们要一个就学的
要学会一个感恩，就是说我已经在国家队的19年，其实没有国家队也是没有今天的李宗伟。他们培养我的这么多年来说，我觉得我应该还是要报恩回去国家队。对于这新政府新的青年及体育部，其实你觉得他们还可以是，就是你对他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advice 或者是期待吗？这段时间就比较短了，我们也不能说批评新政府不好啊，还是什么。其实他们也是做他们最大的努力，要去更新、跟进步也是有的。但是问题是说，有可能是现在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现在国家没有钱，然后觉得就是分的那个钱给我们运动会比较少一些。因为那时候 budget 出来的时候，有几个记者会打电话给我，现在钱会这样。所以你的建议是，可能在拨款方面，可能可以多加注意。那肯定啊，不管是我们羽毛球，有可能是跳水啊、脚车啊，有很多的项目要进入奥运会的，全部都是要用到很多的金钱。这3个项目对于我们国家就是说要特别重视的去栽培的那个在奥运的奖牌嘛。因为今年周期全部都是要进入奥运会的周期，我觉得会花费比较高一些。对我们新的青体部长赛沙迪，你有些什么样的看法？在我病情的时候，他还是有来看我，然后有聊天啊什么。在马来西亚是一个最年轻的部长嘛，我们也不能期待他很高。然后我觉得能多多的支持我们运动员啊，就是还是比较重要嘛，对。我想打岔一下，就是你怎么可以那么坚强，还可以去处理那么多事情？你当下的情绪，你当下的心情？其实很低落啦，很低落，每天都会哭啊什么啊，然后，但是我觉得哭也没有用啊，但是还是要去开始去了解怎样去治疗什么，没有可能你做这治疗不做，等什么等死。